嫁给太子的前一晚，父亲从外面带回了外室所生的女儿。你妹妹国色天香，比你好看太多，有她陪你嫁入太子府，必定能帮你顾宠。我有些好笑，我可是她的杀母仇人，她怎会帮我顾宠？果然，大婚当天，她穿着一身俏丽的素白衣衫站立在我身旁，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，除了我的夫君太子殿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父亲疼得眼珠子似的外室是母亲的庶妹李秋莲，她每日来府中与母亲演着姐妹情深，实则暗地里和父亲苟且。母亲第二胎8个月时，太医诊断这胎必定是男丁。李秋莲故意在母亲生产时哭着与母亲坦白，自己不仅成了父亲的外室，还早在8年前就为父亲生下了女儿。8年前是母亲嫁给父亲的第2年，夫妻恩爱的戏码成了欺骗，姐妹情深的情谊成了笑话。母亲一气之下撒手人寰，只留下我与嗷嗷待哺的幼弟。这一年我8岁，一夜长大。我跟在嬷嬷后面学着为母亲料理后事，寸步不离守在幼弟身边照料安抚。父亲在别院里与李秋莲母女其乐融融地过中秋。母亲头七那日，我拖着虚弱的病体，孤身一人踏入了父亲为李秋莲安置的别院。他如同往日一样慈爱地同我说：玉姐儿，过几日你父亲就要迎我回去做主母了，你以后就该喊我母亲了。伪装出来的慈爱遮不住他眼里的得意。他摸了摸我的脸，喊来他的女儿魏珠和他的儿子魏安：快过来见见你们的大姐姐。魏珠和魏安神色各异地喊我姐姐。李秋莲打趣我说：玉姐儿第一次见弟弟妹妹，肯定是没有带见面礼的，到了府上可一定要记得补上。虽说你已经没有了母亲教，但也要懂事。我笑了笑，抹撒着袖口里冰凉的刀刃，朝李秋莲说：姨娘，你过来些，我有一支白玉簪要送你。她并无防备地弯下腰，眼角眉梢都是志得意满的笑意。下一秒她就笑不出来了，她眼神僵硬地捂着脖子上喷涌鲜血的伤口，难以置信地朝我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来任何的话。她倒在地上抽搐，溅起灰尘，眼睛充血，死死地瞪着我。魏珠和魏安尖声喊叫，我平静地擦掉刀刃上的血迹，微笑：好生笑纳阿姐给你们的见面礼。魏珠哭得撕心裂肺，却碍于我手里的刀，不敢和我拼命。爹爹，爹爹不会放过你的，爹爹会让你给我母亲偿命的。不会的，我杀叔母的事情若是传了出去，他的官路也到头了。哪怕为了他自己，他也会想尽办法为我收拾烂摊子。魏珠不了解他的父亲是个多么看重实际利益的男人，我却清楚。父亲按下了别院里的事情，草草料理了李秋莲的后事。他提刀向我：你小小年纪如此狠毒，你去死！幼弟啼哭不止，嬷嬷按照我的话请来祖母，我这才免于一死，但却活罪难逃。他在我吃的饭菜里下了药，不出1月我必疯傻。他恨我杀了他的挚爱，我亦恨他伤了我的至亲。那是我阿娘10月怀胎拼死将我生下的阿娘，8年如一日爱我疼我怜我的阿娘。我恨我爹，他亦恨我，我们父女2人已成仇敌。寒冬腊月，我跳入结冰的湖中，九死一生，才为自己搏出一线生机。舅母有了由头，带人上门接走我和年弱的幼弟。我在离开前同父亲说：你若是敢将魏珠、魏安接回家中抚养，我便去衙门击鼓鸣冤，告诉世人你与夫人庶妹鬼混，气死妻儿，再将我杀姨母一事和盘托出。我死事小，你魏家满门都将因我名声败坏，男子仕途，女子婚嫁，都将作罢。阿爹，只要我活1日，你便休想让他们进魏家门。父亲急怒攻心，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狠狠掐着我的脖子。我怎么生出你这种忤逆不孝的东西？你怎敢？我笑着看他，并不挣扎。慢慢的，他额头上漫出冷汗，自己松开了手。他低声喃喃，眼里深处是畏惧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我微笑道：我不是疯子，你却是懦夫。阿爹，我敢明着为阿娘豁命，你却不敢光明正大为你心尖上的女人报仇。你不如我，有舅母在场，
阿娘生前所带来的陪嫁都被清点干净，随我带走。祖母心有不虞，却说不出什么来。她不愿让弟弟走。当夜，阿弟满身红疹，高烧不止。舅母狠狠闹了一通，气晕祖母。阿爹扶额摆手：“你带走，你统统带走！我又不止这一个儿子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”舅母将阿娘在娘家时住的院子辟给了我，我带着阿弟和嬷嬷居住在此。作为对舅母的回报，我替表姐入宫做了宁昭公主的伴读。宁昭公主生性跋扈，不好相处，接二连三入宫的伴读都哭着回来，被折磨得不像话。这回轮到外祖家，舅母不忍自家女儿受苦，我不愿留在魏家。我们一拍即合。入宫第一日，我就被罚跪，理由是我的发髻不好看，我笑着谢恩。第二日，我被吊在树上，我亦是笑着谢恩，直到我晕过去，被太子所救。我醒来时，太子正在斥责宁昭，我忍着虚弱疼痛，跪地叩头，是我打碎杯盏冒犯殿下，殿下这才罚我。太子训诫的声音一顿，宁昭咬唇看我。太子深呼吸一下，敲着宁昭的头：“她不是你宫里的奴婢，她是你的伴读，是大臣之女。她母亲是平远侯之女，父亲是左詹事，你怎可无礼？”宁昭哼了声：“不过四品官家的女儿，有什么的？我打杀了她又如何？”宁昭。太子似是不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她母亲刚过世，你待她好些，她同你一样没了阿娘，你该知她心中凄苦。”宁昭这才住了嘴，看向我的眼神和善了些。太子扶起我，朝我笑了笑：“好了，快休息吧，你身子弱，姑让太医给你开了方子。阿昭只是刁蛮了些，本性不坏，你别怨他。公主殿下待我很好，自这日以后，或许宁昭是看我和他一样没了娘，待我好了许多，不再随意地处罚我。我每日跟在他身后去学堂。陛下宠爱宁昭，给他殊荣，让他和诸位皇子一起念书。我随侍左右，学御下之术，习为君之道，听百家之言。宁昭不爱听这些，所有的课论皆由我代笔。他爱出风头，也爱虚名。我的文章为他挣来太富的夸赞。轮到我自己的文章时，我便藏锋，显出平庸来。我待他并不一味顺从，诸事迎合，碰上大事，拼死阻拦。他当时生气，对我打骂，事后吃了亏，失了面子，又念起我的好来。日子久了，他反而离不开我了。继后生辰宴，宁昭与继后的女儿七公主起了冲突，被推下御花园的池子里。七公主专横，谁也不许去救她。你还以为你娘是皇后呢？你娘死了，现在皇后是我娘，竟然还敢这样猖狂！我看谁敢去救她，我就打死谁。在场的太监宫婢居然都不敢动，只敢偷摸去找太子和陛下。等他们找来人，只怕宁昭只剩下一具尸体了。看着宁昭在水里扑腾的惨状，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我跳了下去，救宁昭的过程并不顺利。他不会浮水，我去救他，他反而死死压着我的身子，想往上攀爬，害我呛了好几口水，险些淹死。陛下和太子赶来时，看见的便是我狼狈地将宁昭托举上来的样子。太子白了脸色，他向来温润和煦，头一回我见他看人的眼神这样森冷。七公主害怕地退后了2步，想起自己母亲如今是皇后了，又挺起了腰。太子接过宁昭，朝我伸手，我却倒在了水里，故意撞在尖锐的石块上，摔折了手臂。他毫不犹豫跳下水，将我救了起来。陛下审问宫人，小太监颤颤巍巍说出那句：“不是奴才们不救，是七公主不许救，奴才们不敢违抗。”太子含着脸径直走到七公主面前，狠狠的一巴掌落了下去，冷冷道：“父皇，母后已经去世了，若不是魏姑娘不惧她的威胁，跳下去救了宁昭，现在宁昭应当是在陪母后了。”陛下眼神愧疚，罚了七公主1年的禁闭。太医为我接完蛊后，太子平退周围照顾我的宫女，亲自端了药来喂我。他温柔地吹了吹药：“魏姑娘，今日的事情多谢你，你救了阿昭，父皇会赏赐你们魏家。”我道：“若真要赏赐，可否赏赐我幼弟？”在他正然的目光下，我苦涩道：“不瞒殿下，家父在外另有外世子，母亲死后，
我和幼弟蒙舅母照顾，住在平远侯府。幼弟年幼，虽有舅母照料，可我心里日夜惦念。话落，我的泪水如珠洒落。我与阿弟是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放心他。若我真的能请赏，还望陛下能给我阿弟一些赏赐，也好让舅舅舅母看重他一些。太子眼神复杂，他放下了药，将帕子递给我，眼眶一时红了红。他如今也不过是14岁，先皇后去世那年，他也才8岁。他带着什么都不懂的宁昭，在这深宫里讨生活，一边应对着陛下宠妃的陷害搓磨，一边照顾宁昭，还要兼顾太子的重担，不敢丝毫懈怠自己的功课，唯恐自己稍稍不慎，便丢了太子之位，被取而代之。魏姑娘，魏令仪，姑能这样喊你的名字吗？我眼尾轻颤，红着眼眶，茫然地看着他。他端起药递给我，笑着说：令仪，别哭了，以后你替我照顾阿昭，我替你在宫外照顾你阿弟，如何？我双眸亮了起来，惊喜道：真的吗？他笑得温和自然。我一时笑了起来，真好，他已经记住了我的名字，魏令仪。太子每日都来看我，宁昭好了后来看我时带着鸡汤，别扭极了。你看你这么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亏待你了呢。他一面说，一面端出了汤。我看着他手指和手背烫出来的痕迹，眨了眨眼睛。他是最怕疼的。他没好气地问我：我对你这么坏，你为什么还救我？你不怕死啊？我勉强咽下一口汤。殿下待我很好。他别过脸，眼神倔强孤傲虚伪。可1连半月，他没有一日落过给我送汤，汤的味道也从一开始的寡淡变得美味起来。他待我从往日的不屑轻蔑，到慢慢的正视我，愿意同我交心。我手臂好了以后，跟着宁昭继续上课。他不再带着其他的婢女作陪，也不再让我一个人拿所有的东西，反而还会替我拿东西。太子日日与我联系，同我询问宁昭的日常。每次说完宁昭，他也会问问我的近况如何，关心我1句2句。他偶尔给我带来阿弟的消息，顺带会从宫外给我带来一些礼物。宁昭那一篇又一篇被太傅所夸赞的策论文章，旁人不知，他却明白是出自我之手。他时常与我讨论经世子集，而我每夜点灯苦学，不敢有一丝懈怠，唯恐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前程因我的懈怠消失。阿娘已死，阿爹成了旁人的阿爹，小弟年幼，我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我必须撑起来。春去秋来，6年时光，我及笄了。宁昭为我寻了一件流光溢彩的流仙裙作为及笄礼。太子将一个礼盒递给我，打开看看，一根木簪。宁昭凄了声：阿兄，你好歹是一国太子，怎么送礼这么拿不出手？我却欢喜道：我很喜欢。废话，宁玉亲手做的，意义能一样吗？当晚我便将自己绣的香囊赠给了他，同他表明心意。他愣了愣，耳垂红了起来，婉拒了我：我只是拿你当妹妹。我垂眸点点头：这样啊，那好吧。我转身离开。第2日再见时，他躲着我，我神色自若，没有丝毫的尴尬，待他也一如既往。他僵着脸，惹得宁昭不快：阿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板着一张脸，你以为你是李太傅啊？我一时笑着开口：是啊，阿兄，你可是有什么烦心事？他愣了愣，皱了皱眉。宁昭仰头：你怎么喊起阿兄来了？我无辜道：他说他把我当妹妹啊。宁昭哈哈大笑：也行，你做他妹妹，我是认的。我眉眼弯弯，唯有宁玉紧抿着唇，眸光落在我身上，晦涩不明。我不再为宁玉绣衣衫这些私密的东西。他有喉疾，也很挑食，每年我都会采摘菊花泡好，精心挑选完为他送去。我拜了太医院医正做老师，学了许多食补的方子，每日想办法给他做好吃的。我用6年的时间融入他的生活，大到文章策论，小到一针一线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业，我无孔不入，无微不至。而如今全部切断。1连半月，我待他人前客气，人后疏离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试着如同往日一样温和熟忍地同我说话。我笑着打断他：阿兄，今日太晚了，改日吧。我已经同家里说了，殿下认我做妹妹了。你别生我的气，
我孤苦无依，想借你的名头讨得一点好，明日我就要回家准备嫁人了。他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下颌紧绷，手指无意识的摩挲，到后来捏紧，青筋蔓延。你要嫁谁？他开口，几乎是咬着自嘲外送，每一个字都落得格外重，仿佛异常艰难。我嫣然一笑，还不知呢，不是马上就要放榜了吗？舅舅预备从这次的1、2甲里让我挑一个，我瞧着宣城来的那个叫纪渊的就很好。舅舅说了，纪渊虽家世清贫，但文章风骨俱佳，我原本是不愿意的，直到我读了他的文章，我越说越开心，几乎是眉飞色舞的比划，笑得脸都要烂了。宁玉眸色幽暗，周身的暖意消失不见，眼角眉梢如同覆了冰雪，手指微微颤抖。我滔滔不绝，阿兄你不知道纪渊的字有多好看，文章也写得好，我读了他的文章，犹如他乡遇故知，只恨不得立即结交才好。宁玉笑意冰冷，父亲多是读书人，另一久在宫闱，遇到的男子少，不要被文章骗了。我乖乖点头，对呀，一定是我遇见的男子不够多，日日与你相见，才以为自己喜欢的是你。我做出深思纠结的模样，脸颊红了红，羞赧的小声说，舅母让人给我送来了纪渊的画像，他好好看，面如冠玉，一身的书卷气，我好喜欢呀，真想快点见到他。宁玉嘴角的笑彻底沉了下去，眼神阴冷，晦暗不明。我看着渐沉的天幕，压了声，多谢这些年殿下待我同我阿弟的好，阿弟如今托你的福，在太学念书，小妹心里不胜感激。我转身开心地朝他挥手，你快回去吧，我也要去收拾东西啦，我得早点睡，明日好起来梳妆打扮，不然顶着黑眼圈和纪渊见面就不好啦。他猛地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死死捏紧，眼神冷厉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阿兄。他气急败坏地打断我，不许叫。我乖乖的，有些怯懦，小声地喊他殿下。他抿唇看着我的眼睛，漆黑的睫毛颤了颤，那边传来太监宫女向参见皇后的声音。他这才如梦初醒，松开了我的手。我回头和宁昭冰冷的目光撞在了一起。他总算是来了，没有枉费我送出去的首饰。回宫后，宁昭坐在主位，让我跪下。我跪下后，他手里的盏子擦着我的额角砸了下来。我松了发髻，他眼里不忍，眼眶发红，质问我，你接近我就是为了做太子妃是不是？我垂眸，我明日会离开，家里为我另外寻了人家。我擦了擦额角的鲜血。宁昭，我不欠你什么，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待你都用了心。他眼泪流了下来，吼道，你滚。我慢慢站起来，将收拾好的行囊拿了出来。我将给宁昭绣的平安符送给了和我关系好的宫女。不等她说话，我已经红着眼睛沉默着走了出去。房间的抽屉里放着我给宁昭准备的生辰礼。先皇后曾给她绣过一件披风，先皇后去世后，这件披风被七公主故意损毁。无数次夜里，我见她抱着这件披风哽咽喊娘。宫内绣娘上百，无一人敢修补，并非技艺不好，而是因为知晓她的脾气，不敢领这个活，只能推说自己学艺不精，生怕自己做的不满意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赶出宫去。如今这件披风已经被我修补好了一半，预备作为她的生辰礼。宁昭看似心狠，实则色厉内荏，他会对我心软。我多年筹谋，扮演着他所需要的角色，无条件地满足他的情感。未经风霜的小公主，如何能逃开猎人精心为她准备的温柔陷阱？我额角沾血，眼角含泪，发髻散乱，抱着行囊，一身狼狈，走在工人最多的这条路上。路上议论不断，宁玉赶来时，我已经出了宫门。他策马而来，着急地喊我的名字。我回头朝他惨然一笑，上了简陋的马车。所有人都知道我得罪了陛下最宠爱的宁昭公主，被赶出宫。饭间，舅舅舅母歉就道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如今你不用担心，以后我和你舅舅会好好待你和你阿弟。舅舅放下筷子，纪渊品行高洁，这门婚事不会差。你母亲的嫁妆都作为你的陪嫁，到时候我和你舅母也都会为你准备一份。你阿弟日后娶妻，也有我们为他置办，你无需忧虑。我放下筷子，笑眯眯道，舅舅可愿在我身上下注？
赌一场门庭改换，扶摇直上入青云。我穿着粗糙的布料，背着行囊，从平远侯府出来，穿过繁华的街道，叩响詹事府大门。管家看见我，揉了揉眼睛，似是不敢相信。发觉的确是我后，连滚带爬地跑了起来，嚷道：老夫人、老爷，大小姐回来了。我爹春风得意的脸垮了下来，脸颊上的肉抖了抖。他回来干什么？我眸光含笑，扫视着他身旁的魏珠，自然是来为父亲大人尽孝了。我在宫中的这几年里，他为魏珠和魏安寻了一个好的出身。他将魏安和魏珠记在二房名下。他原本想记作嫡子嫡女，我在宫里命人带回去了一把匕首送他。在听说时，魏珠、魏安已经成了庶出。虽是庶出，但也不影响我爹在这两人身上下功夫。他严请名师，教导魏安，又为魏珠请了女夫子，教她琴棋书画、贵女做派。短短几年时间，魏珠已经颇有才名。父亲将魏珠和魏安送到二房后，去外头请了几个武师傅回来，守着二房，生怕我伤了他的心肝宝。我的房门外站着几个孔武有力的老嬷嬷，他们不许我外出。父亲外出打探了一番后，回来时已经变了脸色。他踹开我的房门，抓着我丢进了柴房里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别想再出魏家门。如今你得罪公主，侯府也将你赶出家门，还有谁能来护着你？魏令仪，你欠秋莲的债，我们慢慢来。我被严格看守，他没巧摸把我弄死，因为杨御史家来了人，私下和他询问我的婚事。杨大人是巡盐御史，钱多，他正愁没钱给魏珠做嫁妆，给魏安谋前程呢。看守我的婆子里有舅母买通的人，每天半夜会给我送些干净的饭菜。宁昭的生辰宴，破天荒的给詹事府下了帖子。我爹拿不准，目光阴沉的在我身上扫了扫。公主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倒在柴堆里，不知道。他抓着我，咬牙切齿，别给我耍花样。他眼珠子转了转，想让我带着魏珠去宁昭面前露脸，又害怕我伤了他的宝贝女儿，最终只让我自己去了。我被安排在最末席，席间各种嘲弄的目光和话语朝我涌来，我垂眸不语，欣然笑纳。坐在最上方的尊贵女郎却一点一点捏紧了杯盏。宴席结束后，我起身离开，宁昭的婢女拦住了我。宁昭沉着脸看我，冷哼：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私自拿走我母后留给我的披风。魏令仪，你该当何罪？我眼眸，跪下叩头：公主息怒，臣女认罚。他噎了噎，咬牙，来回走了2步，有些气急败坏的意味。本宫罚你把这件披风修补完。我磕头请罪，刺绣需要女子手指细腻柔和，臣女做不到。他愤怒地抓着我的手：你有什么做不到的？他骤然停止了话语，目光正了正，看着我满手的伤痕和翻开的伤口，一时之间哑口无言。谁做的？没有谁，殿下的披风，臣女无法修补，殿下另请高明，宫门快要锁了，臣女先离开了。我从他手里抽回自己的手，垂眸跛足离开。魏令仪，他追了上来，声音发抖：你的腿怎么了？无碍。我几乎是落荒而逃，他在身后穷追不舍。宁玉带着礼物准备去见宁昭，却在路过我家的马车时，听见婆子和车夫在路边讥笑。那位还以为自己是大小姐呢，娘都死了，侯府现在也因他得罪公主不管他了，你说老爷还能让他活几天？呸，老爷现在也只是让他在府里浆洗衣裳，劈柴刷点尿桶，让他吃点馊饭啥的，才不会让他死呢。这话怎么说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老爷预备将她嫁给杨家做妾，杨家可是巡盐御史，那聘礼都有半船，老爷要拿着半船聘礼给2小姐3少爷铺路呢。啊，杨大人比咱们家大人还大5岁呢，这2小姐3少爷都是外室生的，怎过得比大小姐还要好？宁玉手里的礼盒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，宁昭也顿住了脚步，慌乱地挡在了我的前面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是因为我吗？令仪，我躲开了他要来拉住我的手，跪地磕头，向他求饶。殿下，是我痴心妄想，肖想你兄长，是我没有自知之明，我已经知错了。殿下放过我吧，不日父亲就会将我嫁给杨大人做妾，
我也将离开京城，跟着杨大人去扬州上任，不会再碍殿下的眼了。宁昭呐喊：你怎能嫁给杨俊同？他家中妾室每年无故死的那么多，你怎能？我笑着打断他的话：这不是殿下想要的吗？宁昭怒道：你以为是我让他去的？魏令仪，我拿你当挚友亲朋，你竟如此想我。我嘲弄地笑了笑，近乎绝望道：臣女蒲草之身，如何能做公主的朋友？公主或许并未让杨俊同求娶我，可人人都知你厌我弃我。你是公主，是陛下最疼爱的公主，自然多的是人想通过踩我一脚来卖你的好。宁昭，这些年我待你不好吗？我有什么错呢？只是因为我喜欢你兄长，我就该被这样折磨吗？你可知我原本是可以嫁给状元郎纪渊的，但现在全毁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若你和你兄长还觉得不解气，就杀了我吧。他嘴唇发抖，眼泪流了下来，挺起来的倨傲在这一刻被击碎，又仿佛回到了雷雨夜他躲在我怀里哭到抽搐说想娘亲的时候。令仪，不是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哭着来拉我的手，我侧身躲过。无所谓了，不重要了。我提步一瘸一拐走向马车，从始至终不曾看惨白着脸的宁玉一眼。我从马车的帘幕缝隙看见宁昭哭着跑向宁玉，无助地哭着问他：阿兄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宁玉合眼，在睁开时眼睛一点一点地红了，没有了刚才的恍然无措，只余下一片冰冷。他淡淡地说：怎么办？好办，该赔罪的赔罪，该死的去死。我爹听说我把宁昭气哭了，我刚一下车，他就一巴掌扇了过来，让我跪下。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你好大的胆子，公主你都敢得罪，我是留不了你的，你跟杨大人走吧。杨俊同挺着大腹便便的肚子，笑眯眯地来摸我的脸。魏兄别打坏了，看这小脸蛋多好看啊。他的手还没有摸到我，便被不远处飞来的箭矢射穿了手掌心。他倒在地上哀嚎出声：谁？我跌下得赶紧躲在了他身后。我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，心里冷笑，不过是一张画像送到杨家，就能让杨俊同对我生了歹意。他接二连三和我舅舅在朝堂上作对，死他一个不算冤。宁玉带着锦衣卫前来宣读圣旨，杨俊同贪污受贿，被革职查办。我爹立马离他3尺远，喊道：我和他不是同伙，不是同伙。没人理他。宁玉弯腰朝我伸手：令仪，我来了。我闭了闭眼：殿下来做什么？他强硬地扣住了我的手腕，将我拉了起来：来娶你，行吗？殿下说笑了。他带我上马，直奔东宫，打开库房，将聘礼单子给我看。你离宫那日，我乘船去了外祖家，带来我母后给魏儿媳准备的聘礼，也带回了已经致仕的外祖，让他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见见未来的外孙媳。我无声落泪，哽咽道：你不是拿我当妹妹，不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他着急道：我喜欢你，是我不懂我的心，是我愚蠢。他弯起手指，心疼地替我擦泪，软着声音哄我：我不奢望你如今就援救我，我慢慢赔罪好不好？你别不理我，也别再叫我阿兄。令仪，我受不了，我难过得快疯了。我主动地抱住了他的脖颈，眸中一片清明。殿下，我也难过呢，我难过了好些日子，你可要好好的补偿我。我和太子的婚事定了下来。我爹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整日里在家里指桑骂槐。我嗑着瓜子逆着他：爹，你知道为什么你没事吗？因为你要是有事儿了，我就是罪臣之女了。我抓着桌子上的瓜子壳丢在他手里：但是你要小心，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呢。他身子抖了抖，牙齿咬得紧紧的，消停了几日，憋了个大的。在我和太子大婚的前一日，他回府，身侧站着貌美如花的魏珠。他沉着脸和我说：你容色平庸，而你妹妹国色天香，比你好看太多，有她陪你嫁入太子府，必定能帮你顾宠。魏宇，这是你欠你妹妹的，别忘了她娘是怎么死的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把事情捅出去，大家都别活了。你坏了名声，你也别想嫁入东宫。如今地位调转，
他成了光脚威胁我的了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魏珠，你想嫁吗？他目光冷冷，一字一顿。妹妹自会好好替姐姐顾宠，保姐姐在东宫恩宠不衰。我点了点头，行，那你便作为应妾明日随我出嫁吧。他要送死，我也只能成全他了。第二日一早，魏珠久久不来，直到宁玉到新房外接亲，她才一身白衣不施粉黛地出现。她仪态万方，步步生莲，仿若9天之上的神女下凡尘。她温柔地站在我身边，扶住了我的手，向宁玉行礼。我身上的大红色婚服成了最好的衬托，难怪说女要俏，一身笑。大家的目光都落在她风华绝代的脸上，除了宁玉，她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，看着魏珠的眼神犹如看一个死人。魏珠没有错过在场所有人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艳，她骄傲地弯了弯唇，毫不避讳地和宁玉对视，妄图与他眉目传情，暗送秋波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真是蠢啊，即使想要抢了我的风头，也不该选在我和太子成婚的这日。这场婚礼代表的不仅是我的面子，更是皇家的脸面。宁昭气昏了头，上去就是一巴掌。你寻谁的晦气？太子妃大婚，你一身白，你作死吗？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杖毙！魏珠丝毫不惧，只是红着眼睛看着太子，目露哀求。太子皱了皱眉，魏珠眼里露出惊喜，谁知下一秒他道：杖毙多晦气，赐字一吧。魏珠这才慌了。宁昭骂道：都是死人吗？还不拖下去？我的喜事，魏珠的白事，我爹吐了血，要把当年的事捅出去，和我同归于尽。可他又放不下魏安，他总有许多的顾忌，所以注定他将折在我的手里。我没有动手，只是在和宁昭见面时落下几滴泪，哭着说一些幼时的虐待悲惨。阿爹于某一日的早晨中风，双腿不能下地，口不能言。我去见他时，他呜呜昂昂地说着许多话，却语不成调。他疼爱了许多年的外世子魏安，此刻心虚恭敬地站在我身后，不敢看他。我笑了笑，为何不敢看你父亲？若不是你一碗药接着一碗药喂下去，他又怎会变成这样？这都是拜你所赐啊！阿爹难以自控地瞪大眼睛，绝望地浑身发抖。我蹲下身子，目光落在他脸上，死死地看着他，记住他此刻的悲哀崩溃。面容重叠，那场千金拔布床上，阿娘瘦弱的身子躺在上面，屋里都是血腥气，她的肚子挺得高高的，上面盖着大红色的薄巾。她的眼泪混着热汗无休止地灌在鬓发里，被脑后的垫着的软枕舔舐干净。她哀哀地喊着疼，直到看见我，她一声声喊着令姨，令姨，令姨，娘的小令姨。她抓着我的手，喃喃自语：我要活下去，我不能死，我的令姨这么小，我死了你怎么办？她红润的脸色不消一刻钟变成死寂的白，她抖着干裂的唇，听着耳边幼儿撕心裂肺的啼哭声，死死抓着我的手，指甲抓破了我的肉，她恍若未觉。她惊慌无措，她不甘心，她苦撑着，泪水砸在我的手臂上。她僵直着身子，摸着我的脸，悲哀地问：儿啊，没了娘，你要怎么活下去？弟弟又要怎么办才好？我木然绝望地抓着她的手，妄图用我滚烫的脸颊温热她冰凉的手。阿娘，我会好好活下去，我也会照顾好阿弟。阿娘，你活着，以后女儿孝顺你，我不淘气，我好好练琴，我再也不说手指疼了。阿娘，我的手指不疼了，可是我的心好疼，我好难过，我好害怕。上天不会因为我的害怕就怜悯我留下母亲，我爹也不会因为愤怒就能张口说话行动自如。爹，你欠阿娘的债，天不收，我来收，我为阿娘求公道。我朝他笑，眼泪顺着我的眼眶大颗流下，他亦是眼泪混着笑容，朝我狰狞的讥讽：你色衰爱弛，我等着你被太子厌弃。我轻蔑一笑，并不言语。情爱于我不过登云梯，或许有一日我会死于自己的阴谋诡计里，可绝不会败在宁玉的爱里。我与宁玉成婚的这3月里，我顶着太子妃的名头，不仅每日在外施粥，还和官员一起为周边受灾的灾民兴建房屋，
亲自下田栽种粮食，安顿流亡的女子到绣房或者后厨，学一样自力更生的本事。我腹中孩儿3月时，八皇子的马当街发狂，而我就下踩踏的老人，当街流产。老人是已经告老还乡的太傅，陛下的老师。八皇子被责罚，赶往封地。宁玉因我不仅被陛下嘉奖愧疚，还得了老太傅的战队。我养病期间，老太傅的门生都带着礼品到东宫看望我。宁玉聪慧，愈发做出儒雅君子的储君模样，一时之间得了许多民心与官员的橄榄枝。八皇子是继后的嫡子，也是宁玉最担心的竞争者。宁玉宁昭在八皇子手里吃了许多的闷亏，这一回局面逆转。宁玉亲自为我换药，他心疼地看着我深可见骨的伤口，红了眼眶。令仪，你受苦了，怎能如此？我睡在他的怀里，温柔地亲了亲他。殿下是我的夫君，我自然要为殿下筹谋，即使拼下我这条命，也在所不惜。他抿唇，神色郁郁，握紧我的手。别胡说，你是我唯一的妻，你与我共苦，也该和我同甘。他眸光闪烁，逐渐坚定。令仪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子。在太学念书的阿弟风尘仆仆来到东宫，一身泥泞的鱼腥气，手里用草绳系着几条肥胖的鲈鱼和鲤鱼。他白着脸看我，嘶哑着声音给我的嬷嬷：奶娘，你去炖了，给阿姐补身子。我看见他如今长成的少年模样，欣慰地落泪。宁玉离开，屋里只剩下我和阿弟。他沉默地看着我，好半晌，他才抖着声音说：阿姐，我会好好念书，我会高中，我会封侯拜相，我会成为你的后盾，为你撑腰。我会的。你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爱自己，不要再伤害自己了。如果我的前程是让你拿自己的身体生命去做赌，我现在就死，我去找阿娘，你只当我是死了。多年伪装的面具，玩弄人心的权术，在面对他时毁于一旦。我在宫里时，与他1年只能见1次面，每一次见面，他都是沉默着看我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到后面小声地说：阿姐瘦了，阿姐要好好吃饭。他写给我的信装满了箱子，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是阿姐要好好吃饭。我流着眼泪抚摸她的脸，别哭了，阿姐知道了。她倔强地看着我，你若是骗我，我便不念书了。阿姐，你信我，即使你不是太子妃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哪怕贫穷呢，可你有我，可我有你，我依然会上进，我会念书，我会养你。她红了眼睛，仓皇地用手背擦泪。这样拿你的命搏的前程我不要，我要阿姐身体健康，我要阿姐长命百岁。阿姐，我只有你了。我摸了摸她头，朝她开心地笑了笑。不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这话自然是骗她的。我选了一条权力至上、利欲熏心的道路，我回不了头了，我也不想回头。我活到了89岁，我这一生波澜壮阔。阿弟果然如他所说，他拼命考学，从状元郎到封侯拜相，到一人之上，这条路很难走。他青涩的眉眼褪去，愈发狠厉。他说：阿姐，我撑着你。高处，权力的最高处，从太子妃到皇后，再到太后，不变的只有宁玉。他待我10年如一日，我待他满心算计。他死在我前头，我以为我不爱他，可当这个人真的快要从我的生命里离开时，我却慌乱起来。他抚摸我的眉眼，如同往常一样温柔地看着我。他将玉玺，我渴求了半生的权利放在我的手心里。他在遗诏里许我临朝称帝。他拨弄我垂落下来的发丝，就像大婚那晚，他颤抖着手，紧张地替我卸下钗环一样。令仪，我最喜欢你野心勃勃、满心算计的样子。我知晓你装着温顺，从我第一次读你的文章，看你的策论，我就知晓你的抱负。去做吧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以后不必再背着我，我都知晓。我泪如雨下，他替我擦泪，像孩童那般笑着说：令仪呀，我好喜欢你啊，但你好烦人，总是逼着我看那些永远看不完的奏折，我连和你吃顿饭的功夫都没有。你知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和我吃一顿饭了？我泣不成声，他自言自语：
你肯定不知道，是33天呀。他苦笑着闭上了眼。我哀嚎出声，悲痛袭来之际，我竟呕血不止。我总是在失去里长大。阿娘的死让我学会恨，宁玉的死让我学会爱。我死在批阅奏折的夜里，我呕心沥血半生，与他一起用这一生将这天下治理。儿女扑在我的怀里，他们都很好，不像我少年时那般扭曲薄凉。他们像宁玉，心底是善良的。宁玉将他们教育得很好。我的灵魂飘忽在上空，看着儿子在阿弟的扶持下，顺着我和宁玉生前的路往下走。他问阿弟，母后年少时是怎样的？阿弟顿了顿，似是在回想，最后笑了笑，说：听奶娘说，你母后年少时很喜欢和你外祖母撒娇，爬树上掏鸟蛋砸到了御史家的小小姐，把人家吓哭了。你外祖母拿着烧火棍追得她满院子喊娘。他顿了顿，神色落寞。可惜后来我没能再见过这样鲜活的阿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